何玉茹，你别忘了我们还是夫妻，你就这样纵容你弟弟行凶吗？结婚3年，你连金镯子都买不起，我弟没打死你都算轻的。我告诉你，你爸生那个怪病就是无底洞，老娘可绝不会往里砸1分钱。我爸的诊断证明才刚下来啊，你就逼着我离婚，何玉茹，你还是人吗？姐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这协议签完，今天就让他滚蛋。何玉茹，你别忘了，3年前你欠下巨款，是我和爸变卖了所有积蓄才给你还上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忘恩负义？杜浩，那时候我们可结婚了，这算夫妻共同债务，你难道不该还吗？不过你说的对，既然你对财产分割这么不满，那我就大发慈悲，把山脚下那片鱼塘赏给你了，别给脸不要啊！你，谁不知道山脚下那鱼塘早就变成了臭水沟，村里人还日日往里面扔垃圾，那地方就是狗都不去。狗不去，正好你们去啊！反正你爷仨跟垃圾也没两样了吧？到时候死了刚好就地埋了。净身出户协议我签，钱可以都归你，但我家的东西我要带走。签完字就滚，听见了吗？何玉茹，这下如你所愿，你我两清。但今天的事绝没结束。何玉茹这不仅是想要我净身出户，更想要全村人看我笑话吧？可我绝不会如她所愿，这片地方我会好好利用起来的。什么情况？救命！救命！我竟然要死在这个臭水沟了吗？这里是洞天腹地。此处虽说风景性美，但该不会是有人趁我落水昏迷，趁机戏弄我吧？饿了大半天了，就算是耍我也认了。先尝尝这果子再说。这感觉就吃了一颗果子，怎么会这种作用？2年前，我曾好心给路过的瞎子一碗水，他竟然说他会算命，还说我家宅不宁，日后必有灾祸。贵人，我今日赠你一言，你可要认真听好了。装神弄鬼的，想骗钱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找错人了。玉茹，怎么能这样跟大师讲话呢？大师，我替他跟您道歉，您说吧，我听着。那里是片宝地，若是能守好，日后定吃喝不愁。老公，我早就说了这人是骗子，你还不信？指着臭水沟说是宝地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谁信谁弱智。就是啊，那臭水沟给你，你要不啊，瞎子？看来大师并没说错，这里确实是宝地啊。既然现在这片鱼塘是我的了，那为了我们一家的未来，我定要守护好它。可是我是昏迷之后才来到这里的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出去啊。爸和小川要是看我这么久还没回去，一定会着急的。他难道是要带我出去？这里居然连鱼也这么通人性，原来这就是离开这里的办法。如今洞天福地在此，我杜浩何愁不能翻身？洞天福地的秘密不能跟任何人说，这鱼日后恐怕还有作用，正好先养在这里。小浩，你该不是去下那个臭水沟了吧？赶紧擦擦，别等会儿生病了。哥，毛巾在这儿，你怎么一晚上没回来啊？我去抓鱼去了，喏，已经养着了。爸，我听村子里的人说，你这病可以试试偏方，我这就给您上山采药去。我这病不碍事儿的，山上那么危险，要不你还是在家歇歇吧，小浩。放心吧，爸，我保证快去快回。都怪爸无能啊，生了这种怪病拖累你们。那臭水沟里真的会有这么大的鱼吗？不好，鱼跑了！爸，你快来看啊，好多鱼啊！你傻站着干什么呢？不知道等会儿钱少就要来了。姐，你看那儿，
杜浩在臭水沟那儿干嘛呢？闹得这么大动静。他前2年那副窝囊样，该不会是在扮猪吃老虎吧？你去看看，要是发现他有什么赚钱的营生门路，就抓紧告诉我。放心吧，姐，要是这小子真是装的，我一定扒掉他一层皮来见你。山中起大雾，本就难走，这雾中还有腥气，恐怕……救命啊！有没有人救救我？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山中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蟒蛇？杜浩，救救我！求你，我快不行了。要是救他的话，速度要快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，小川？怎么一下子这鱼塘就活过来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爸，我们之后是不是就能靠鱼塘生活了？对，这些鱼能卖一笔好钱呢，你哥也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好啊，居然真让杜浩把这臭水沟治活了！你来做什么？小浩已经签了离婚协议，我们两家再无干系了。我姐当初说的可是让他净身出户，这小子偷偷搞来这么多鱼，算是隐藏婚内财产。老头，我劝你少管闲事儿，乖乖把这塘鱼让出来。我哥哥没有隐藏，这是这鱼塘自己变的。哼，你糊弄鬼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鱼老子非全带走不可。想吃我，你也不怕撑坏肚子？没事吧？我扶你起来。谢谢你啊，杜浩，要是没有你，恐怕我真的要葬身蛇腹了。没事就好，我刚好顺路路过这边。这蟒蛇恐怕3、5人也制服不了它，但居然被杜浩一拳打死了。他什么时候竟然变得这么孔武有力了？好，好，好！想不到这鱼居然还能越网越多。反正这边也没什么人住，不如干脆我拿炸药把鱼炸了，又有意思，还不用我这么费力去捞了。不行啊，你这一炸，不仅鱼塘会受损，更可能把我们家炸没呀！我求求你，拿了鱼就快点走吧，给我们一家留条活路吧。笑话，这片地方就该是我们何家的，你们一家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还不快滚！等会儿把你炸死了，老子可不负责。等把鱼炸完了，老子倒要看看这里还有什么古怪。何玉荣，杜浩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要是识相的话，现在就滚吧。沈晚秋，你怎么替杜浩说起话来了？你俩难道是勾搭上了？看你这样，该不会刚被他搞过吧？这么急不可耐啊！龌龊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恶心？杜浩一个穷光蛋能给你什么啊？啊！我看你要不从了我吧，保证让你爽到。何玉荣，你松开我，我要喊人了！这地方这么偏，谁还会来救你？何玉荣，松开你的狗爪！姓杜的，你他妈有什么资格对我大呼小叫的？杜浩怎么还拖着条巨蟒回来了？这不会是他自己打死的吧？哥，就是他，不仅打我跟爸，还想炸了我们的鱼塘。那怎么了？是杜浩自己签的协议，净身出户，听见了吗？这片鱼塘就该还给我们何家。你网了多少鱼，就给我放回鱼塘多少条。别让我说第2遍。就凭你一个连我姐都瞧不上的软蛋，还想命令老子？你怎么力气变得这么大了？小浩，你竟然能打得过何玉荣了？杜浩一拳可是能打死这么大一条巨蟒啊！现在只是打翻了何玉荣，肯定还是收着劲呢。哥，那么大的一条蟒蛇呢，你居然真的给打死还拖回来了？是那蛇笨自己撞倒了旁边的树上了，哥也就是侥幸捡了个漏。抱歉了，小川，要是让何玉荣知道了洞天天地，我们日后就更没有安宁日子了。原来是走狗屎运了，我就说他怎么可能一夜就翻身了。刚刚不算，你他妈偷袭算什么男的？杜浩，有本事再跟我堂正上体比划比划！小心啊，杜浩！娘的，你等着，杜浩，老子今天摇人也要弄死你！行啊，我等着呢。姐，你前夫敢打我，你快带人来啊！这点小事也要打扰我们？何玉荣，
你难道也是废物？姐，咱家那臭水沟变清了，还一直往外冒鱼，我要去捞鱼，他们还不让。竟然是真的！杜浩，我记得我们净身出户协议上写的很清楚，这块鱼塘是我的了，我限你1天内滚蛋。玉茹，好歹咱们之前也是一家人啊，你怎么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死远点，别脏了我们玉茹的眼。你个老不死的，要是听不懂话，这对耳朵也不用要了。你给我爸道歉！这么多钱都买你的命，穷光子，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话。给我爸道歉！小浩，别把事情闹大了，可以了。爸，我想明白了，就是我们从前脾气太好了，现在谁都能来踩我们一脚。为了你和弟弟，以后我绝不会再忍让了。杜浩，说你2句就要动手打人，跟你这种小家子气的货色离婚，果然是最明智的选择。我不打女人，现在带上他俩滚蛋，不然后果自负。你想吞了这块鱼塘是不是，杜浩？不可能，属于我何家的东西，我就算是扔了，也不会让你拿到的。何玉茹，你就这么恨我？不仅离婚之后迅速勾搭上了别人，还非要把我往死路逼。玉茹识时务，只有我这样优秀的男人才值得她依靠。不过有句话你说错了，在你们离婚之前，我可就尝过玉茹的滋味了。真讨厌，怎么这种事也往外说啊？我说你怎么一直都对我那么冷淡，原来是对别人热情去了。好一对奸夫淫妇啊！杜浩，我警告你，我弟和钱少可都在这儿呢，你就不怕他们2个给你揍得半年下不来床吗？你说的是他们2个吗？对我来说根本不够看啊。何玉荣，你给我死过来！一个软蛋都能吓趴你吗？难道？姐，他打得太疼了，我牙都没了。何玉茹，你就这么恨我？别过来！不仅离婚之后迅速勾搭上了别人，还非要把我往死路逼。我错了，杜浩，求你饶了我好不好？我再也不敢了。以后不准再打鱼塘的主意了，听见了吗？带着他们滚！玉茹，你放开我，我还能打呢。钱少，杜浩身上一定有古怪，等我们回去查清楚了，再来收拾他也不迟啊。这笔账我钱红用记下了，你等我养好伤的。就是，钱少动手就够碾死你一个蚂蚁了。我看你俩是又欠揍了吧？我早就劝过他们了，如今杜浩可不是什么软柿子，谁让他们不听呢？活该！沈晚秋，你真以为杜浩是什么香饽吗？不过就是老娘不要的垃圾，你还当个宝贝？何玉爷，没想到你是真眼瞎啊，弄丢了这么好的男人，我看你以后去哪儿哭去。抱歉啊，晚秋，让你看笑话了。这鱼你拿回去吃吧，补补身体。这多不好意思啊！今天多亏你救了我一命，我怎么好再收你的东西呢？你就拿着吧，客气啥？之后不够了再来我家拿啊。哥，好香啊！你做饭手艺又精进了。今天上山刚好遇见刚冒头的蘑菇，也是运气好吧。爸，都说鱼汤有营养，您快尝尝吧。这汤怎么回事？爸，您是不是呛到了呀？没事吧？难道是我想错了？这鱼还是臭水沟的鱼，根本不能吃。爸，你怎样了？你别吓我啊，爸！这效果比我的都强悍啊！我只觉得喝完汤后全身充满了力量，感觉好多了，但没想到力量居然变得这么大了。爸，你太厉害了，这肯定就是奇迹了，和在外面的鱼塘一样。是啊，老天有眼啊！我这身子恢复了，也能帮衬着家里了。看来洞天福地的宝物名不虚传，上次去的太匆忙了，要是能再发现点奇珍异宝，我也能尽快让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。爸，小川，我吃好了，出去走走。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要出去啊？哥去看看还有没有奇迹发生。娘的，被杜浩伤成这样，老子以后还怎么做人？钱少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你要收拾他，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吗？你发什么神经呢？还不知道去给我们做顿饭吃？姐，你还有心思吃得下去饭？我看过几天杜浩就能靠着那个鱼塘发达了。怎么回事？该死的杜浩一条鱼也不分给我们，却能分给那沈晚秋一大串鱼。这下他周围邻居都吃上鱼肉了，还说之后要跟杜浩那多买几条呢。杜浩他欺人太甚，不给我们道歉就算了，居然连鱼肉都不分给我们，小肚鸡肠。哼，他把我们揍得这么惨，是时候该付出代价了。
不就仗着有个破鱼塘吗？老子有手段，整得他生不如死。钱少，您这种真的能管用吗？那当然，养鱼最怕水被污染，鱼一死就是一大片，到时候不仅杜浩要心疼死，这片鱼塘也得给我重新变臭水沟。钱少果然英明啊！什么东西咬我脚？这鱼塘边怎么会有捕鼠夹？哪个混蛋放的？这边老鼠多，所以不得不多放点捕鼠夹备上。没想到先捕到了你们2只大老鼠，这次只是警告，下次再敢来，我放的就是捕兽夹了。滚！算你狠，以后别让我逮到你，不然有你好受的。先生，你等等我，别丢下我！如今还不是芭蕉的季节，像这样皮薄肉多的芭蕉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吧？不愧是洞天福地，随手一摘就有这样的好东西。怎么今天突然有空来找我了？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水去。晚秋姐，不用麻烦了。我听说您前段时间在城里摆摊，想借您的湍车用用，我正好也想进城里去做点买卖呢。哦，正好，我这车闲着也是闲着，你等我给你擦擦，你再拉走啊。多谢您了，晚秋姐。他们2个难道是真勾搭上了？这我可要好好看看，等会儿回去告诉我姐。那不是沈晚秋在城里补他的车吗？杜浩这是干嘛去了？该不会也想进城卖东西吧？看不出来啊，晚秋，你不过就是吃了杜浩几条鱼，这就把城里的摊子交给他了？用你管啊？人家杜浩有的是本事，哪里需要靠我的摊子啊？这么看，杜浩真有进城营生的路子啊！不行，我要赶紧回去。怎么？你是看见了什么？姐，我刚刚看见杜浩拖着湍车呢，估计是要去县城卖东西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玉荣，要不你下午也进城去帮我买点东西，顺路给我盯紧了杜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听你姐的，买完我买单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，刚摘的芭蕉，皮薄肉厚呢。刚来的吧？先交100块钱保护费，不然老子让你这辈子开不了张。你也看见了，我今天一个芭蕉都没卖出去呢，哪有钱交保护费啊？要钱没有？这人不要命了，连壮哥都不敢惹，这下他彻底别想进城摆摊了。之前有人惹恼了壮哥，听说不仅砸了摊子，更是把那人揍得他妈都不认识呢。哼，耍无赖是吧？好办，小子们，给我砸！晚了，他这摊子也保不住了，可惜了那群芭蕉啊！真是解气，杜浩，这就是你的报应啊！这什么味道？怎么会这么香甜？壮哥，芭蕉现在根本不应季啊，您就不怕这小子动过什么手脚？这芭蕉你从哪儿搞来的？敢害我们壮哥，打死他！果然啊，人狂自有天生，还卖芭蕉呢。我看他这下要被打成8皮香蕉了。哎，一群蠢货，都给我住手！哎，嘿嘿，小兄弟，之前是我太莽撞了，你的保护费以后再也不用收了。你看，你这芭蕉是怎么卖的？芭蕉就这么好吃吗？我可是第一次见壮哥连保护费都不要了，居然还跟他道歉呢。小伙子，你这芭蕉怎么卖啊？我们也想买来尝尝。50一把，支持试吃。你抢钱啊？有这钱我能买一座山的香蕉了。给我来2把！你们别不信，他这芭蕉啊，真值这个价格。这也太贵了，哪有冤大头会来买啊？算了算了，大家去别处看看吧。老板，你这些香蕉我全要了。副总，这小子明显就是请了托来宰人的，您可不能中计啊！就是啊，这人看样子是生面孔，信不得啊。你要是真想买香蕉，去别家看看吧。我买的芭蕉接受试吃，大家可以尝过再决定。没事，家里长辈难得想要，这市场上的芭蕉我都要买了，麻烦这些包起来吧。奇怪，我怎么看这小贩这么眼熟？难道我们之前在哪儿见过？这些总共1000块，您看要不要点一下？
不用找了，这些芭蕉应该够了，走吧。妹子，你真的不用试吃一下，万一这人在里面加了什么东西呢？我就没闻过这么香甜的芭蕉，这肯定有问题啊！放心吧，我们家就有果园，水果的好坏我一眼便能分辨，这种商贩骗不到我的。我刚刚看他对你的眼神可够火辣的，你小子要走运了，说不定要被女总裁看上了，这可少走好几年弯路呢。我的芭蕉那么好，是他该谢谢我才对。这里到底有没有钱啊？他不会是糊弄我吧？你不知道，这可是能无限刷的附属黑卡，里面的钱没有成千也有上万了。有个性，以后你在这儿就报我的名字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先生，我们这儿可是有最低消费的，您有选中的款式吗？麻烦你帮我查查这里有多少钱，够不够你们店最低消费？够了够了，您这张可是邓氏集团的黑金卡，在全市都能通行无碍呢。您看上哪款了？我这就去给您拿来。那件拿来我看看。没想到那人出手竟这么阔绰，等我花费了应得的钱后，就把这卡还给他。姐，钱少，你们是没看见，杜浩刚进城就惹得城里人要砸了他的摊子呢。像他这种蠢货进城就是自讨苦吃啊！你再仔细讲讲，杜浩究竟做了什么，惹得人要砸了他的摊子？他交不起保护费，惹了城里的混混头目，估计等会儿就要拖着那一车被砸成泥的芭蕉灰溜溜滚回来了。那也就是说，杜德福他们还不知道杜浩在城里混得这么落魄吧？杜浩那么孝顺，恐怕也不会告诉他爸这事。我们只能受累走一趟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了。就是这儿了。杜德福，人呢？不会是病死在家了吧？屋门大敞，但没上锁，应该没走远。我们在这周围看看。姐，钱少，这动静恐怕是有熊啊！我们要不还是先跑吧？你们在这儿干啥？是不是又想抢我家东西呢？你不是要死了吗？这么粗的树，怎么可能扛得动呢？这肯定是他从哪儿弄来的道具障眼法吧？你们看他都骨瘦如柴了，怎么可能还有那么大的力气呢？你们这群坏人，别想欺负我爸！小兔崽子，滚一边去！老子今天可不是来找事儿的。好啊你，竟敢帮我弟弟，看我不扇烂你的脸！姐，别过去，他们一家人有问题。婉秋姐，你在家吗？我来还车了。不是用完了吗？这些是……这是感激您的，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，就挑了几套城里姑娘都觉得好的，您回去试试看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要不是您的车，我那芭蕉真没法运到城里去卖。您帮了我大忙，这些就拿着吧。那我这就收下了。这车啊，你尽管用，以后就不用跟我打招呼了。哎，那我先走了，婉秋姐，回头见。杜浩，你别走！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才想起来，在你回来之前，你前妻带着他弟往鱼塘那边走去了，你要小心点啊。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杜浩在城里把脸都丢尽了。哼，不可能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爸，你没事吧？这样摔上一跤，这老头不死也要掉半条命。真晦气！联系杜浩，让他赶紧回家办白事吧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就是专程来看我家笑话的吧？可惜我身子骨还硬朗，让你们失望了。被那么压了一下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果然在用障眼法骗人吧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比待在你家时好多了。好你个老东西！我是不让你吃了，还是不让你喝了？你竟然这样编排我！你还好意思说？之前你趁着哥哥不在家，给我和爸喂的都是馊掉的饭菜。现在离开你们，我爸的身体当然好起来了。只是馊了，又还没坏，你们怎么就不能吃？真以为养着你们两个拖油瓶很容易啊？身体好了又怎么样？你们不知道吧？杜浩他可是惹了大麻烦。不可能！小浩就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性格，你们不要再胡说八道了。那怎么会连摊儿都没开，被混混掀翻了摊子？你等着吧，他等会儿就要鼻青脸肿的滚回来了。谁知道他卖的东西是怎么来的？真以为进城就好卖钱啊？人家城里人可不惯着你们这些泥腿子。爸，您别听他们乱说。你看看，听到好消息他都站不稳了吧？真以为
杜浩那个软蛋货能成事儿啊？你们杜家祖坟冒青烟了都不可能！你们不准这样说我爸！你们都走！那可不行啊！我们今天就是专门来看杜浩笑话的。杜浩这时候也该回来了吧？该不会是看见我们来了，连家都不敢回了吧？你怎么可能毫发无损？小川，他们没敢对你们动手吧？这款游戏机要几百呢，你怎么有钱买？你居然还能买得起手机？你是不是去城里偷东西了？你不是在城里混不下去被揍了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！你们三个有完没完了？一再骚扰我们家，信不信我报警了？有本事我们就报警，让全村人都知道你进城偷东西了。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在村里做人？好，要是查出来我这钱是堂堂正正来的，你就跪地上给我磕5个响头。要是不敢的话，现在就给我滚！姐，你该不会心里还有他吧？钱少还在呢。蠢货，他既然有胆子找警察，那肯定是有十足把握。你现在不走，难道真想给他磕头？这事有古怪，我们回家再说。你给老子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你们到底有没有用心？买的这都是什么糟烂玩意儿？爷爷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发了这么大火？您可算回来了。邓老他还是在为果园的事发愁呢，觉得新买的水果品种都不好。爷爷，别生气了，您想要的芭蕉我买到了，您先尝尝吧。这时候芭蕉可不好买，柔柔，你不会花了冤枉钱吧？邓老，您是不知道，这芭蕉可是要50块一把呢。副总为了您，可是眼都没眨的全买下来了。柔儿，你真是糊涂了。这么贵的价格，足够我们买上快10斤水果了。能让您开心，这钱就花得值得。再说，这人既然敢定价这么高，说不定这芭蕉真的有可取之处呢，对我们日后的果园生意也会有帮助吧。那我就尝尝我孙女这天价买来的芭蕉究竟什么滋味儿。奇怪，这芭蕉怎么感觉格外的香呢？该不会是用了什么香精泡过吧？您放心吧，这批芭蕉我仔细的检查过，没有任何被药物浸泡的痕迹，品质出奇的好呢。但之前怎么从未听过有比我邓家品质更好的水果？这，柔柔，你真的不是被人蒙骗了吗？您要是担心这芭蕉有问题，我这就拿走了。我吃。爷爷，你头发都变黑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现在简直是容光焕发啊！柔柔，你这芭蕉在哪儿买的？是在小摊上买的，那个摊主意外长得很眼熟，但这又怎么了？邓老，难道这人您认识啊？这孩子我记得，当年他家因为太穷上不起学，是我们资助的他。他一成年就去打工了快1年，立刻就把我们家资助的钱全还上了，是个有骨气的好孩子啊！竟然是他，怪不得觉得他面熟呢。但上次一见恐怕是在小时候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之后去跟他接触接触吧。不，柔柔，你现在立刻过去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请回来，这关系到我们家的命脉。那个人居然真的有这种实力。但是爷爷，我们现在并不清楚他的底细，贸然把他请来真的合适吗？我只看结果，他种出来的果实够好，我们就要，而且一定要抢在别人之前。可是我们邓氏果园一向经营得很好，怎么要突然吸收他这种人呢？柔柔，你刚当上副总，有很多事儿还不明白。果园虽然经营得当，但这么多年没有创新，培育不出新产品，这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块心病，急需解决啊！您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还可以咨询其他的专家。真的要把邓氏堵在他身上吗？我相信我的眼光，就像我当初力排众议让你成为邓氏副总一样。柔柔，这次事情如果做得好，邓氏集团的总裁之位就是你。爷爷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我立刻就去。
傻姑娘，但别忘了，这可绝不能失败。我办事爷爷你还不放心啊？但就这样贸然过去，是不是不太妥当？你说的不错，那就先买下他剩下的所有芭蕉。柔柔，动作一定要快，抢在所有人之前。没问题，这次我一定要得到总裁之位。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不要脸啊，杜浩，到城里坑人钱来了，大家可都擦亮眼睛啊！这人的货有问题。我看你这车祸都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吧？这人吃了他老婆3年软饭，刚被扫地出门就能拿出这一车的芭蕉。大家想想，现在可不是芭蕉季节，这不是催熟的是什么？你们3个没完没了了，不是说要报警吗？去啊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做生意？你看看周围的大家，还敢买你的东西吗？他这芭蕉敢卖这么贵，赚的不会是添加剂的钱吧？反正我是不敢吃了，回头吃出个病来怎么办？黑心小贩骗我们钱，退钱，退钱，退钱，还钱，还钱，还钱，闹什么呢？人家杜浩说了可以免费试吃，你们吃了东西，现在还喊退钱，是不是太不讲良心了？没想到就算是混混也这么有义气，比我那前妻好多了。杜浩勾结黑社会，这是仗势欺人啊！我记得你就是那天说他芭蕉好吃的人，你果然是托吧？卖天价水果还找个托来，不要脸！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些人都是来抢购芭蕉的？邓总，这边太乱了，要不然我们先回去吧。不行，这批芭蕉和杜浩都不能落到别人手里。杜浩，我早就说过，像你这种窝囊废成不了事。你的这批芭蕉就等着烂掉，也没人买吧？哼，何玉茹，离婚后我没再招惹过你，倒是你一再纠缠，难道是怕我先过上好日子？少给你脸上贴金了，玉茹跟我在一起就已经享福了。是啊，杜浩，钱少可比你好1000倍10000倍。要秀恩爱，滚一边秀去，别挡在这儿碍事。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钱家果园今天盛大开业，买3钱家居然也开果园了，这难道是打算跟邓氏对着干吗？管他的，有便宜怎么能不占？去钱家果园看看。没想到钱宏远竟然还有这一招，难道今天的芭蕉卖不出去了吗？这些芭蕉我都要了，你家里还有多少芭蕉，我也全买了。我是邓氏副总裁，杜浩的芭蕉经过我们层层鉴定，绝对是无污染无公害的，还有科技证明。邓氏旗下承包了那么多果园，也需要亲自来买他一个乡下人种的芭蕉。你这要传出去，邓氏就别想走高端路线了。高端路线的基础也是要产品够好。多谢你钱少有眼无珠，这才让我们邓氏能发现这么好的芭蕉。这批芭蕉麻烦你亲自运到邓氏果园，货到付款。这次价格我给你按100块钱一把算。行，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。钱少，他什么人啊？竟然敢接您的活？他是邓氏集团副总邓云柔，在其他领域都和钱家抗衡，都是做果园生意的。我们走着瞧。沈晚秋，你给我出来！杜浩卖芭蕉用的是你的推车吧？他那芭蕉到底怎么来的？你给我说清楚！钱宏远，你疯了！嫉妒杜浩就算了，居然还来我家找事儿！我不知道，就算知道，我也不可能告诉你。贱人，你再维护着杜浩，当心嘴被我扇烂！这不是我家的车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钱少，这难道是来给您播报好消息的？钱少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一个来果园的人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是谁要害我们钱家？钱少，钱总电话，还是您亲自接一下吧。爸呀，钱宏远，你不是信誓旦旦跟我说一定能压过邓氏的风头吗？怎么邓氏会一下子拿出反季芭蕉，
害得没一个人来参加前世果园开幕。爸，你消消气儿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是有人从中作梗，你相信我，我会处理好的。相信你？这还让老子怎么相信你？钱宏远，在这件事没解决之前，你的卡就别想用了。再想不出办法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进前世管理层。该死的杜浩还有邓云秀那个贱人，老子饶不了你们！这鱼是当初杜浩家的吧？杜浩敢摆我一道，老子就去给他家鱼塘捅了。走，去后山。钱少，那沈晚秋呢？他还没说杜浩的芭蕉从哪儿来的呢。傻啊你！钱少肯定是胸有成竹了，还不快跟上！晚秋姐，是不是何玉荣他们打的你？我这就去替你出气。杜浩，你不要冲动，他们嫉妒你赚钱多，但又不敢动你，才拿我出糗的。你的芭蕉卖得太好了，他们已经计划着要去鱼塘给你捣乱了，你自己也防着点啊。别担心，晚秋姐，我早就做好准备了。灯灭了半天了，只有杜浩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在鱼塘旁边干什么呢。大半夜的偷摸出来，肯定是有鬼呗。我们快点跟上他。钱少，这里没人啊！你别吓我啊，何玉荣。杜浩一个大活人，怎么会说不见就不见呢？还敢跟老子装神弄鬼的，杜浩，逮到你了吧？不对，杜浩呢？我刚刚明明看见了蛇，这里有蛇，快跑啊！这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蛇啊？爸，小川，你们都还没睡呢。刚刚听见几声鬼哭狼嚎，我跟你弟就睡不着了。谁会大半夜的来这边呢？该不会又是何玉茹他们几个吧？是咱这边来了几头嚎得难听的狼，我现在已经把他们打跑了。对了，爸，这是我今天赚的钱，你收着吧。哥，你真厉害！小浩啊，你赚钱也不容易，这钱你还是自己收着吧。他们没有再为难你吧？爸，您还不相信我的本事吗？对付他们三个根本不在话下。快去找药箱！你们不是去鱼塘了吗？这怎么搞得好像掉蛇窝去了？别提了，真晦气！我明明看着杜浩在鱼塘边窝着呢，结果一看，一窝水蛇！该死的杜浩，不仅害老子挨训，还敢下套设计我！不，钱少，这倒是好机会。他越是阻止我们去鱼塘，越是说明那里有他的秘密，所以我们更应该去查清楚了。你说的不错，杜浩，你的秘密我一定亲手揭开。洞天福地，只有我知道进入的办法。但既然你们非要找死，那就好好陪你们玩一场吧。杜浩，辛苦你来送一趟了，喝点水吧。还是老地方。多亏了你那批发胶，现在邓氏订单不断呢，到处都抢着要。那就好。来吧，先把这批货搬下去。让我来帮你吧，一个人搬这么多挺累的吧？你今天穿的可是白裙子，弄脏了就不好了。你就在旁边休息吧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变得更体贴了吗？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你之前给我的卡，
该给我的钱我拿走了，剩下的一分没动，还给你。我当时不都说了不用找了吗？你怎么不收下呢？做人不能贪得无厌，你这次支付的钱已经够多了，这卡我实在是不能拿着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一点没变啊。既然如此，杜浩，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？你手腕上这道疤，难道你是？就是你跟老师告状说我们欺负杜浩，不要脸！哼，反正他保镖不在。你们别过来，我爸爸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有本事冲我来！放心吧，他们都被我赶跑了。谢谢你，这些你拿着吧。1颗就够了，谢谢你的糖。原来是你啊，那你之后没再受伤吧？没有，只是有人前几天没认出来，有点伤心呢。这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怎么脸这么红啊？不会是发烧了吧？我现在就帮你叫医生。我没事，可能就是刚刚搬东西有点热了。你可别骗我啊！生病了也不要一个人扛着嘛。爷爷，你怎么走路也没个动静啊？我看啊，是你全部注意都在这小子身上了吧？邓老，怎么连您也开这种玩笑啊？杜浩，你家的芭蕉我尝过了，品质非常好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邓氏以3倍价格愿意买断你家芭蕉。另外还想问问，你是否有意愿来邓氏上班呢？我可以直接给你开总经理的位置。芭蕉能够茂盛生长，全靠洞天福地的功劳，跟我可没多大关系。要真让我当总经理，那不就露馅了吗？邓老，这合同可以签，但是我还是过惯了散满的日子，不太适合在公司上班。您这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好吧，那以后你要是改变主意，邓氏大门随时为你打开。这辆车算是我的诚意，请你务必要收下啊。姐，咱这样真没问题吗？你就不怕被杜浩发现？怕什么？我今早可是看见杜浩又往城里去了，不到大半夜他回不来，你怕什么？咱都绕着这鱼塘逛了几圈了，啥也没有。姐，咱要不先回去吧？难道你就甘心让杜浩一直压你一头？那你回去吧。不，我们今晚一定要揪出来杜浩藏着的东西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这里什么时候多出来了个山洞？姐，进去吗？走，我倒要看看杜浩在这里藏了什么宝贝。姐，我就不进去了啊，你自己小心。这破山洞里怎么什么也没有？这到底是不是杜浩来的山洞啊？救命！姐，你上哪儿招惹来一群蝙蝠啊？一定是杜浩捣的鬼。后山就没芭蕉树，他每天都是从他家里运出来的整车芭蕉，肯定还是在这山洞里。他休想骗过我。天太晚了，姐，估计杜浩要回来了，我们还是先撤吧。咱村里谁家能有钱买得起这车啊？听说一个轮胎就几万呢吧？这车别说坐了，就算是让我摸摸也值得啊！这该不会是哪家富家少爷小姐来咱村考察吧？能让司机亲自开门，身份肯定不一般。切，身份再不一般，也不会有我们钱少身世显赫。杜浩，怎么是你？晚秋姐，这是城里最新款的化妆品，你用上肯定光彩照人。你看你怎么每次从城里回来都给我带东西？这车该不会是你买的吧？那倒不是，是邓老赏识，特地送了我一辆车，
让我以后靠这个给他们送水果。果然啊，你到哪儿都改不了吃软饭的毛病。这车我一看就不是你这样的穷鬼能买得起的。何玉人他是不是嫉妒啊？钱少对他再好，也没有送过他车子啊。那肯定呗，看见杜浩出人头地了，他眼红了。哼，杜浩有本事能得到邓老赏识，这车不用说就有人开口送来了，不像你们两个好吃懒做，成天就等着给人下绊子。杜浩的靠山，该不会真是邓氏集团的邓老吧？那以后就等着飞黄腾达了。杜浩啊，你以后可不能忘本啊，也带着我们富起来呗。杜浩，你看你现在也起来了，要是有可能的话，也帮着带带大家吧。大家放心吧，正好我家鱼塘需要扩建，大家有空的可以来搭把手。浩啊，你家这扩建是怎么论钱的？规矩总要先说说吧。是啊，杜浩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吧。大家平时在工地是多少钱？我翻3倍，而且包吃包住。3倍？这是要发了呀！我去，我先报名。大家别急，别急啊，都有机会的。他随便说个数诓你们，你们也信？他就是吹牛的啊！他才有多少钱，就敢开口给你们这么高的工资了？这是邓老跟我开的合同，之后我家的水果都被邓老买断了，而且等鱼塘翻新之后，还会有一笔收入。所有大家放心，这钱我拿得出。我呸！谁都知道那鱼塘是臭水沟，你就算翻新了，谁敢买臭水沟的鱼？我看你上哪儿来的钱？是吗？那你和你姐怎么拼了命的也要抢那块臭水沟？何玉荣，你真以为大家是傻子啊？我记得前段时间晚秋给我们分发鱼的时候，何玉红还眼馋呢。何家姐弟当初可是逼着杜浩净身出户呢，哼，居然连一个臭水沟也要讨回来，真是穷酸。你们别太过分了！别管他们，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。鱼塘什么时候开工，我们都去给你出个力。就这2天，到时候等鱼塘修好，我再免费送大家条鱼。还是杜浩仗义啊，有啥事都想着我们。杜浩，以后你就是我哥了。你们是不是傻呀？他那鱼塘用水那么多，你们的庄稼不浇水了，难道是想眼睁睁看着庄稼旱死在地里啊？何玉叔，你胡说八道够了没有？他这么一说，好像也没错。虽然杜浩给的钱多，可我们还是要靠种庄稼过日子啊！所以我说，你们这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钱少，杜浩这下子发达了，你看回村就开始显摆了啊！怕什么？他想建鱼塘就让他建嘛。钱少，您怎么反而这么鼓励他呢？光是抽水机就不好搞，更何况他那些鱼要是转移不当，全都会死。哼，我们只要等着看他笑话就行，急什么？不愧是钱少，我们又有好戏看了。这车队看着气势非凡啊！这来我们村是要做什么呢？这是冲着我们来的吗？钱少，这难道是您叫来的？我知道了，这说不定就是钱家给您的惊喜呢，就是为了给您撑腰。没错，这车队就是来找我们钱少的。只要我们钱少出手这么阔绰的人，才能一口气包下这么多车队呢。你们这种穷鬼还没有见过吧？就算是钱宏远叫来的车队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看他在这狐假狐威的。算了，忍忍吧。钱宏远我们可惹不起啊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估计是看我果园开业，特意来找我谈业务的。看我这脑子啊，真是贵人多忘事。
我本来以为他就是爱得瑟，现在一看还是个文盲啊！喂，什么态度啊？怎么还不下车啊？什么情况？这美女好像是来找杜浩的呀！啊？钱宏远这下丢人丢到家喽！杜浩，我听说你要扩建鱼塘，特意带来了挖掘机和抽水机，还有一些水泥之类的，你看看能不能用上？够了，这些可太多了。能帮到你就好，那我现在就让他们把东西运过去。钱少，你看，这不是那女总裁吗？她都追到这儿来了。闭嘴！我的眼还没瞎，连人家来干嘛的都搞不清，还好意思笑我们穷，我看你们才可笑呢。装货！我们差点都被钱宏远给骗了啊！结果人家看也不看他。你放心，这些材料是从邓氏集团内部出的，没有多花钱。你可不能顾收啊！邓总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再不收就说不过去了。那片鱼塘在后山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光是这么多车出动，就要花不少钱吧？不敢想邓家有多看重杜浩。钱宏远，你知不知道邓家今天一天营业额能超过我家一个季度的营业额了？你死哪儿去了？爸，我正在查呢，您给我点时间行不行？这都几天了，这个星期内我再见到邓家营业额遥遥领先，你这辈子都不用回来了。钱少，您没事吧？你杜浩、邓云柔，都怪你们！小浩啊，这是你雇来的施工队吗？怎么包工头是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啊？不是啊，爸，邓总是因为觉得我卖的东西好，所以特地来帮忙的。这个姐姐比那个凶女人好多了，看着就温柔。什么凶女人啊？能不能讲给姐姐听听啊？讲得好的话，姐姐给你糖吃哦。小川，你别乱说话啊！她叫何玉茹，是我哥前妻，就是她把我们赶出来的，还一直欺负我们。别担心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们了。悄悄跟你说，你哥小时候也喜欢这糖哦。这么说，你现在是单身啊？杜浩，你这鱼塘我看是建不起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杜浩，我们想了想，你这鱼塘一盖吧，确实会影响我们庄稼浇水啊。也不是大伙儿不帮你，但你家这臭水沟生出鱼这事儿也太邪乎了，我们真是没你个胆子啊！我那鱼塘的水和村里灌溉庄稼的水不是一路的，本就互不影响。但是大家的难处我也理解，那就算了吧。杜浩，要不然你求求钱少借你点人呢？你这鱼塘开不起来，这么多东西放着也是白费吧？就不怕大家成日来看你笑话？杜浩，这时候借着手机装死可不管用了，没人乐意修你那破鱼塘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谁说没人来修了？兄弟，修鱼塘这种事儿我们在行啊，我们干！好兄弟，果然没看错你，有这种好事儿也知道叫上我。放心吧，你这活我们保证干得又快又好。行，那就交给你了，壮哥。算你走运，下次你一定笑不出来了，杜浩。你确定就是这里吗？杜浩晚上经常来这里，我们上次来还被他暗算了，肯定是这里无疑了。钱少，你看，这不就是杜浩卖的那种芭蕉吗？竟然藏到了这里，真够深的。好啊，总算是让我们发现杜浩的秘密了。
钱少，这肯定就是杜浩的芭蕉种植基地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别急，万一这只是杜浩的障眼法呢？先尝尝味道再说。错不了，就是这个。总算是没找错地方。我们快把这些芭蕉摘了，让杜浩无东西可卖。等等，玉茹，你是不是说前2天你们来的时候还没看见这片芭蕉林？是啊，但那时候我被蝙蝠吓着了，也没看清这里面到底是不是有芭蕉林。这些芭蕉我们还不能摘，一来容易让杜浩起疑心，二来这些芭蕉是反季节，既然能长得这么好，恐怕离不开后山这片地。那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包下这块地，我们也能卖芭蕉了。不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村长，鱼塘那边的地你开个价吧。一直住在鱼塘附近，哪儿都不同路，我想炸山开路。杜浩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那片地可不便宜啊。这卡里有10万块，是我全部的积蓄了，应该能买下那片地吧。就这点钱还想买地？回家玩泥巴去吧，杜浩！这块地我要了，50万。杜浩，这块地我们钱少志在必得，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吧。凭什么？这事儿是我先提的，村长就算是卖，也该先考虑我。考虑你？就算你侥幸卖水果有了几个子儿，真以为能跟钱少我抗衡了？这块地是国有土地，不能卖，只能给你们承包，但是价格是1年5万，15年以上，你们看看谁有这个能力？那不就是要75万吗？这我怎么也凑不够啊！要不您等等我，等我再买几批果子就有钱了。哈哈哈哈！拿合同吧，这片地我包了。以后还要您多多照顾。钱宏远，半路截胡，你算什么男人？错，是你太废物了，不仅女人守不住，连块地都没能力包下来，怎么能怪得了别人？我早说了，杜浩，你这辈子就注定一事无成。行，这块地你们爱要就要吧，我不包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就10万块也敢跟我叫板，老子甩甩手的钱都比这多。钱少最厉害了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蠢。他们现在应该正在为得到了芭蕉林而高兴的吧？我在离开洞天福地后，就已经将其微缩成吊坠了，除了我，没人能再进入了。现在后山那些芭蕉林不过是洞天福地泉水催化的，如果不能长期得到泉水浇灌的话，那之后的芭蕉不仅会越来越小，口感也会更涩。钱宏远，你的报应还在后面。这下鱼塘边那片地就彻底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。太好了，钱少，这下钱家果园也会因为您辉煌起来了。我家那老头就该见识到我的商业才能了，说不定要求着我掌管整个钱市呢。下一步，我要把钱市果园开满全国。那人家呢，钱少，你知道的，我还没离婚就跟你了呢。等我赚到钱了，立刻就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娶你进门，再建几个别墅，我们到时候想住哪儿就住哪儿。钱少，你对人家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。那当然，我跟杜浩那个软颤可是有天壤之别的，他现在恐怕还不知道躲在哪儿哭呢吧。大家停一停，休息休息吧。天太热了，我请大家吃点水果，喝点水，再干活。浩哥，你人太好了，不仅跟我们同吃同住，还每天都给我们运水果吃。在外面做工哪有这种福利啊？那当然了，我兄弟还能亏待了咱们不成？大家吃好喝好，等会儿干活再出点力。好，兄弟，你放心，这几天我都看着呢，大伙儿对你的事儿都很上心。我看你这鱼塘没几天就能建成了。多谢大家，等鱼塘修好之后，我再请大家好好吃顿饭。其实本来还能更快的，但你也知道，鱼塘旁边那块地被人包了。唉，他们不让我们抄近道。钱宏远他们简直欺人太甚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哟，
连块地都包不下来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们来做什么？又来找事儿？切！你不知道吧？杜浩已经没了来钱的路子，能不能支付你们工资都是问题。杜浩什么人，我们心知肚明，用得着你在这挑拨离间？就是，见不得浩哥的鱼塘要建好了吧？杜浩，我记得你那钱可是给大家一天一发的吧？就你给出的高薪，你这钱还够发几天啊？该不会今天就发不出来吧？杜浩，我劝你还是认清楚现实吧，可别打肿脸充胖子。你们两个果然是狼狈为奸！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就算是我兄弟拿不出来钱又怎么了？我就算没工钱也给他帮忙。出来混就是要讲义气，我们听壮哥的。浩哥对我们这么好，兄弟们是自愿帮他的。装什么呢？等你们看着他真发不出钱，肯定就不是这个嘴脸了。多谢你了，壮哥。但是兄弟们放心，工钱还是发得起的。小川，出来给哥哥帮忙了。哥，我来给大家念吧，你先歇歇。他居然真的发起了这么多钱！浩哥出手也太大方了，他绝对是在硬撑。这么大手大脚的发钱，我看他能撑几天？就是，这小子好不容易有点钱，肯定是怕丢了面子。哎，这谁家做饭这么香啊？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大家就随便吃点，凑合凑合吧。酸菜鱼，还有酱大骨头，这都只是随便吃吃。你们家平时吃的是多好啊！这我下果子也不敢这么点啊！我平时是少你吃的还是少你喝的了？少在这丢人现眼！哈哈哈哈哈！一顿饭就给你馋成这样啊！杜叔平时可是顿顿给我们做红烧肉和炖排骨呢，这都是吃的比较清淡的了。刚刚不还是拽的不行吗？坐坐，你学一声狗叫，说不定我就考虑考虑，把吃剩的骨头喂你了。你们得意不了几天了，怎么不吃死你们？杜浩，马上你就笑不出来了，我一定要让你跪着求我。杜浩，之前是我们见识短浅，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机会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们也看见了，我这边不缺人了。你们要是想留下来，就要有留下来的态度。你放心，我们都懂规矩。按他们这效率，就没我们什么活干了吧？那这下工钱的话，要怎么算呢？大家放心，他们只是来帮你们减轻工作量的，你们的工钱还是照发。还是浩哥好啊，处处为我们着想。过2天，邓氏停止跟杜浩合作，他到时候肯定还欠一屁股债，这辈子都翻身不了了。就是啊，只要钱总知道您有了一片芭蕉林，那就是您大展身手的时候啊。宏源，你说你培育出了能媲美邓氏果园的芭蕉，我明天亲自来看看，一定包您满意。爸，您终于来了。芭蕉呢，东西要是不好，你知道什么后果？这种地方能长出来什么好东西？钱宏源，你该不会是在糊弄我吧？您尝尝就知道了。有了这个，我有信心让钱家称霸整个市场。好小子，真是闷声干大事啊！就这芭蕉的质量，绝对能甩邓家好几条街。趁着现在芭蕉不应季，你给我加大力度料产。那当然没问题，但是这活儿还需要钱和人呢，估计要180-80万，您看看。行，我都给你包了，但我警告你，这批货我可是打算出口的，要是到时间你交不上货，就连我也难保你，听见了吗？您就放心吧，爸，
到时候保证不会让您失望。这树结果快，估计这个月内就能看见收获了。到时候我就能靠这个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宏远啊，听说你要扩建这片地方，是不是也需要人手啊？让我们来帮忙吧，钱少，我们干活样样在行。当我这是救济处啊，什么人都能来这儿打秋风。我这儿请的可是全国有名的专家，这活你们干不来，没事的话就赶紧滚吧，别影响我这山洞里的温度湿度了。钱宏远，你讲这话也太丧良心了啊！大伙好心想来你这儿找点活干，却被你这样羞辱。我们走。这些树可是老子的财神爷，岂是你们这种粗人能碰的？这才几天就只能拿得出这点水果了，再过几天你岂不是一把芭蕉都没了？不关你事。杜浩，你没了那芭蕉林就什么也不是了。这次的货要比之前少一些，还是老规矩，我帮你搬进去。这里是50万，你点一下。怎么这次供货突然少了？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？这么长时间，也快到芭蕉应季的时候了。这时候芭蕉你们邓氏自己也能供应吧？所以我又培育出来了新的水果，质量绝对不输芭蕉。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心细，连这一方面都考虑到了。难道爷爷一定要他加入邓氏呢？杜浩，有你在邓氏，一定能走向辉煌的。多谢你。不客气。哥，你怎么带了这么多人回家呀？哥又赚到钱了，所以买了点家电，给咱们改善一下生活。这里面还有给你买的衣服玩具，等会儿你自己拆吧。哥，你真好，新衣服我来啦！嘿，果然人靠衣装啊，这一看你就精神了不少。是在城里有相好了？壮哥，你别乱猜了。我说中了是不是？小浩，这些都是什么啊？你可别乱花钱。你放心吧，爸，我比谁都知道钱不好挣，我这也是为了我们一家考虑的。只要能让你和小川过得舒服，那就值了。你这孩子啊，就是太有主意了。浩哥，不好了，门口来了好多人，你快去看看吧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杜浩啊，之前包地那个事儿是我亏欠你，但现在活不好找，你能不能看你家这边还有没有活了？我让大家都来干。我看钱宏远这2天正在鱼塘旁边那边折腾呢，你们就没去问问他？我们好心去问他，他反而羞辱我们一顿，说我们没资格靠近。什么人啊，真是！先前是我们太蠢，被钱宏远蛊惑了。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机会？既然大家开口了，我肯定也不忍心大家白跑一趟。我这里还真有个大活，我想给我们家翻新，顺便铺出一条新路来。作为对村里的回报，我愿意承包给村里安上路灯。真的吗？但全村安路灯可要花不少钱呢。你之前不是租地都困难吗？大家放心，这钱我拿得出来。施工队的话，邓氏愿意借给我们，大家只需要帮帮忙就好。那肯定帮啊，以后再也不怕马黑走夜路了。之前晚上一遇到恶劣天气，简直门都不敢出，这下可太好了。没想到，竟然是你为咱们村做了这么大一件好事啊！等路铺好了，我第一个来给你发锦旗。这么多人，该不会是杜浩修鱼塘终于引起众怒了吧？这我可要去看看热闹。杜浩，当初我就劝你了，不要修你那破鱼塘，你非不听。看看，惹了这么多人吧？你放屁！杜浩给村里提供这么多就业岗位，大家感激他还来不及呢，倒是你居心不良。不可能啊！杜浩不是应该发不出钱了吗？杜浩不仅发得出，
人家还自发给村里安装路灯呢，比某些自私自利的人不知道强上多少倍。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的？这灯也不是你安的，装腔作势。不用管他，我们接着开工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好好干，干完了有肉吃。这一块不用安路灯了，大家绕开就行。这么大阵仗，小浩到底想要建多大的房子啊？你不知道在外面冲冲再进家门啊？满地都是泥，看着脏死了。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杜浩给全村都安上路灯了，唯独绕过了咱家。我刚刚抹黑回来，一脚踩烂泥上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杜浩哪来的那么多钱？居然还能给全村都安路灯？你去看啊，外面街上多亮堂，就咱家门口乌漆麻黑的，这下估计大家都在看我们笑话呢。杜浩怎么这么小心眼呢？好歹也是做了几年夫妻，他居然都给沈婉晨那个家人安了路灯，也不给咱安路灯。就是啊，姐，杜浩就是想看我们丢人。要不你去求求钱少，给咱们门口也安上路灯吧。钱少这么有钱，这点钱不过就是从他指斗缝里露出点。我去问问吧，总不能真让全村人看我们的笑话。不就是个路灯吗？等钱少那批芭蕉成熟了，就是他杜浩破产的时候。这都是什么情况？芭蕉怎么越长越小了？苦的。这芭蕉我之前尝过，甜美无比，怎么被你们一养就变成苦的了？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用心啊？您选择的这片地方根本就不适合芭蕉生长，这块土地的养分也快被耗尽了。要是再不及时将芭蕉树苗转移，恐怕……够了！我花大价钱来不是听你们推卸责任的。这里之前就能种出品质极节奏佳的芭蕉，现在怎么不行了？肯定是你们的问题。当初老子高价聘请你们来的时候，一个个都信誓旦旦说自己是名校毕业，培育芭蕉绝对不成问题。现在呢？我看你们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吧？既然你觉得我们不行，那就另请高明吧。在此之前，先把我们的工钱结清。要滚就滚！我告诉你们，这钱我1分都不会给的，你们就不配拿老子的钱。耍无赖是吧？你等着，有人来收拾你。但是我们的工钱怎么办？真的讨不回来了吗？大家放心，等我们回去就联名向县里写信举报他，到时候让县里的人为我们讨回钱。动作快点，还要趁天亮前把路灯安我家门口呢。这车，难道是钱少来帮我们了？我说杜浩怎么夜里也让我们巡逻一圈呢？原来防的就是你这个贼！兄弟们上，替你们浩哥教训他们！娘的，浩哥安的路灯你也敢动？打死你！杜浩，你他妈的怎么这么阴啊！让你去偷路灯，你怎么把自己伤成这样？都怪杜浩，派人防着我们呢。这不逮到我就是一顿狠揍啊！姐，他不给咱家安路灯也就算了，我也算是他小舅子呀。他竟然对我下手这么狠！该死的杜浩，这不就是在打我们2个的脸吗？你放心，姐肯定给你做主。钱少回来了，他要是知道，肯定会帮你出头的。你放心，钱少，你总算回来了。钱
陈少，怎么了？该死的！新种出的芭蕉又小又苦，根本不能吃。这下别说卖了，就是摆出来也是砸招牌呀！怎么会这么严重？这么短时间内也长不出新果子了，设备钱和工人工资加起来也是一笔巨完啊！侯远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林秘书，您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啊？林秘书收到联名举报信，说你拖欠工人工资，而且根本无力交付新产品芭蕉，有这种事吗？这钱我是一时周转不开，马上就发。但是新品种芭蕉这事儿，林秘书您怎么也来过问呢？这批芭蕉的事，你没跟他说？他之前跟我打包票能按时交货，我这才没跟他多说。都怪你夸下海口，害得我跟县里赊账也要给你建种植基地，这批货还提早被海外预定了，现在你拿不出来，你自己负责。所以除了工人工资，我还要偿还天价违约金。爸，你救救我！我可是你亲儿子呀，爸！林秘书，都是他一个人做的，跟钱家可没有任何关系啊！您别忘了，跟海外出口的合同可是钱家签的，这钱你跑不了。不对，这不对呀！您这是不是弄错了？交不出货的又不是我。爸，合同上白纸黑字摆在那儿呢，你就别妄想了。不如你借我点钱，等我度过这一关之后加倍还给你。钱宏远，你休想！这合同要是真让钱家扛，一定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，所以自己犯的错误自己弥补吧。玉荣，哥平时对你们怎样，你心里门清吧？哥这次经济上有点问题，你帮帮哥成吗？钱哥，你也知道，我还没娶老婆呢。这钱要是借给你了，我的老婆本回不来，可怎么办？好，真是困难时候见人心呐！老子就算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抵押了，也能换钱，用不着你们。钱少，你不要做傻事啊！杜浩，为了感激你为村里安上路灯，我们一致决定给你颁发这面锦旗。杜浩，好样的！多谢大家，能拿到这面锦旗也少不了大家的帮助。杜浩，以后有什么活可要记得喊上我们啊！大伙跟你干活，可比上外面打工强。我还真有个能带大家一起致富的办法，我们加入邓氏。邓氏愿意收编我们，那我们以后就都是有编制的人了。我愿意，你说吧，让我们干啥都行。邓氏集团看中了我的培育能力，想开发我们村作为果园种植基地，这是好事啊！以后我们村说不定能成为知名的水果之乡了。但是目前还有个问题，按照规划，可能要拆除几户居民的房子。可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儿住着，这要是拆了，更何况拆了之后我们住在哪儿呢？总不能没地方住吧？大家放心，邓氏承诺会赔偿给大家一栋独立别墅，在别墅建成前，可以免费入住邓氏旗下豪华酒店。在果园种植基地建成后，也能拿到相应的分成和补偿款。这么说的话，这简直是天降巨款啊，不亏。那不需要拆房的呢？还会有什么补偿吗？因为果园种植基地也可能是会占用大家的土地，因此凡是占用地的，我们每月都会给您租金和分成。好，我们都听你的。你们疯了吧？给杜浩这种人发锦旗，这不就是浪费吗？一个被我女儿赶出去的家伙，你们居然也去捧他的臭脚，真是不分好坏。这不就是何家那姐弟的别妈吗？
杜浩跟他们一家时候可没少挤兑杜浩，他们恐怕还不知道杜浩已经翻身了吧？你家何玉荣20多了还游手好闲，恐怕这辈子都娶不了媳妇儿了吧？也不像人家杜浩学学，马上大别墅就盖起来了。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，你们不知道吧？钱少跟我们玉清好上了，以后我们家过的就是吃穿不愁的生活。想趁现在来巴结我们也成，再晚一点可就别怪我们不认人了。两个傻货，他们不知道钱宏远现在负债几千万了啊！先别戳穿他们，逗逗他俩。真的？那你们知道钱少家有多少钱吗？那肯定有个几百万吧？怎么？你们问这个干什么？哈哈哈，几百万！钱宏远已经欠下了几千万了。他包的鱼塘旁边那块地砸了，他还租了15年。那臭水沟鱼塘不是给杜浩了吗？钱少去包了那旁边的地是干什么呢？你们骗谁呢？那块地方平日臭得要死，谁脑子抽风了才买下它？是吗？那你们应该长眼睛了吧？自己看吧。李秘书，求求您，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吧，宽恕一下行不行？就是啊，林秘书，钱少一定能东山再起的。我求你了，李秘书，我给你跪下都行啊！滚开！怎么样？看清楚了吗？钱少怎么会给人跪下？这不是真的吧？钱宏远拖欠工人工资，而且还没法按时交付货物，已经破产了。不，我不信。就算钱少破产了，杜浩一个穷光蛋能给全村安上路灯，那可是一笔巨款啊！就是啊，我女儿嫁给杜浩3年，她都穷得掏出1分钱，怎么可能一离婚就有这么多钱呢？都是因为你们这一家人搅和，杜浩才没处施展的。如今离开你们这家累赘，人家杜浩自然而然就走运了呗。就是，跟你们结成亲家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还好杜浩当初是净身出户，没拿你家一点东西，不然可不就沾上了晦气。跟杜浩结婚，还让我姑娘沾上穷酸了呢。我们走。钱少，我们都听说了，你该不会真的破产了吧？这只是一时的失败，我已经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了。您难道还有办法能挽回局面？那批芭蕉做不成水果卖，还可以做果脯蜜嚼，甚至还可以做成冻干卖出去。外观上最起码没人能看出不妥。钱少果然能干啊，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对策。果然跟着钱少就没错。小浩啊，鱼塘旁边那块地被买下来了，你岂不是之后都种不了芭蕉了？那你要怎么办啊？您放心吧，爸，我有分寸呢。之后我打算进军果脯蜜饯和冬干，到时候能卖到全国各地呢，也算是增加水果的销路。这事儿你可不能乱来呀！我看着他们都是有大工厂做这种的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你放心吧，爸，我背后可是有邓氏在呢。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，这道理我还是懂的。可是各地都有水果特产，怎么可能放着新鲜水果不吃，专门去买这些加工产品呢？大家也会想尝试点新鲜的东西啊。我会跟邓氏集团一起把控这些蜜饯和冬干质量的，不会出现问题的。爸，你快尝尝，这是哥带回来的东西，可脆可好吃了。真的，又脆又甜，没想到居然这么好吃。这下您总能相信我说的卖到全国去不是问题吧？好，这下我可是彻底放心了。哥，你以后一定要多开发点好吃的啊，我感觉完全吃不够。行，哥答应你，
以后你想吃什么水果，哥就种哪种给你，行不行啊？这太好了。对了，哥，我想要吃芒果，也能种吗？别瞎提建议，等到季节我去给你买。跟你哥提这种要求做什么？爸，小川说的没错，我下一款水果就是打算开发芒果的。但您怎么脸色这么不好看呢？绝对不行，小浩，你不知道咱这片地方就长不出芒果树，之前多少人都失败了，赔了好多钱啊！不，爸，相信我，我觉得我能做到。孩子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呢？多少人都在这儿栽过跟头了，你这是不撞南墙不死心啊！叔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我们都相信杜浩的本事。而且我之前可是买过杜浩兄弟种的果子的，个个好吃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多了。那你们就放手去做吧。走吧，兄弟，咱去大干一场。周围都要围起来。大家辛苦了，来点桃子休息休息吧。这也多亏了杜浩兄弟人实在啊！说了，不仅给大家租地租金，更是按比例给分成。大家越早干完，就越早拿钱啊！没错，不是我们本人的这些兄弟呢，我们也按之前谈好的给，包吃住，加上3倍工资，都不会亏待了大家。浩哥，这下兄弟们可真要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。那您接下来打算种什么呢，浩哥？种芒果。浩哥，这绝对不行啊！村子这块地就种不出来芒果啊！之前难道就没人试过吗？你们怎么知道不行？芒果可是热带水果，要20度以上，那树才能开花结果。可您看咱这儿的气候呢，浩哥，您就死心吧，咱这儿绝对种不出芒果的。浩哥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我们这都是经验之谈啊！趁现在刚刚种下，损失不大，收手还来得及啊！是啊，浩哥，我们都是种地的，有经验，你就信我们吧。德福叔，你也种了半辈子的地了，你也劝劝他吧。小浩如今有自己的主意了，我信他能做成。浩哥人虽然好，但这也太莽撞了。是啊，这要是回头全砸地里，不仅我们没钱拿，这地也荒了一季啊。我知道大家对此有些顾虑，但是我能够跟大家保证，这批果子我已经试种过了，不然也不会选择建立果园，加大种植力度。小川，去帮哥拿芒果来。大家先尝尝看。好甜啊！这芒果完全湿透了，这香味这么浓，要是拿去卖的话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怎么样？我就说了，该相信我兄弟吧。浩哥果然有这个实力，我们服了。您说怎么办？我们都听您的。好，后续的施肥浇水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做，大家记住了吗？浩哥放心，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，绝对不会乱来的。这个杜浩真会装孙子，跟我们玉慈结婚的时候装孙子，害得老子真以为他没本事，结果离婚后居然能跟邓氏勾搭上，真是小看了他。小声点吧，等会儿再让人听见了。杜浩把我们家玉莲和钱少害得那么惨，他也别想好过。我看他马上就要自取灭亡了。你看，他在那种什么呢？芒果？杜浩疯了吧？钱少，既然你已经想好了，我愿意把我们家的地契拿出来支持你。玉茹，我就知道，还是你最好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，咱还没分家呢。姐，你凭什么擅自做主？这地契可是也有我一份的。你能不能有点远见？钱少这批生意要是做好了，还能忘了我们吗？这批生意绝对错不了。全国各地对水果需求量不同，但对于果脯、蜜饯这些零嘴需求量可是极高的。但从国内来看，就不愁销路啊。
既然钱少都这么说了，那也算我一份。我看咱们也不用太担心了。杜浩那边已经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杜浩做什么蠢事了？快说出来，给我们乐一乐啊！他在地里尝试着种芒果呢，在咱这种芒果，这不就是疯了吗？亏他想得出来，在咱这种芒果不占于把钱撕了。钱少说的对啊，杜浩真是嫌钱多了。我就说这种人鼠目寸光，哪有我们钱少有远见呢？这下我可彻底放心了。这下不仅杜浩对我们成不了威胁，恐怕邓氏也会受到重创吧。还好玉茹够理智，早就跟他离了婚，不然我们一家也要跟着杜浩沦为全村笑柄呢。爸，您就别取笑我了，有钱少在，谁还能看得上杜浩那废物啊？早就说了他不行，现在真是处处都不行呢。加油干，早日完工，我们早日拿钱。哎，你没长眼啊你？没看见这儿还有个人啊？我看是你们眼瞎了吧？3天2头就在这儿晃悠，来做贼呢吧？你胡说！我们就是刚好路过而已。再说了，你们不就种了几棵破果树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挖出金矿了。光是种果树就被你们盯上了，要是挖出金矿，你们还不得连夜来偷？再不滚的话，老子可就要重操旧业了。就是，离我们家地远点儿。呸！老何，我们走，多看他们一眼都膈应。瘸腿蹦快点啊！等让我追上，再打断你一条腿。这看着虽然好，但是啥味儿啊？能好吃吗？这果子能卖得出去不？甜不甜？好吃，比外面卖的还好吃呢。这芒果实在是香甜啊！要不是还要卖，我一个人能把果园的全都吃完。还是浩哥有办法呀，居然连芒果都能种成了。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芒果，浩哥真牛！浩哥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这事儿简直能成为咱这儿的传说了。也是多亏了大家按我说的施肥浇水，才能长得这么好的，我们都有功劳。这下大家该放心了吧？这批芒果绝对能够卖个好价钱。这批芒果成熟了，以后咱想吃也能方便了。爷爷，怎么了？我们这边有杜浩供应的芭蕉，销售额应该够高了。怎么您还在叹气啊？云柔啊，你不清楚，邓氏不仅仅需要的是芭蕉，还需要别的水果。别的公司纷纷从热带地区斗购了芒果，这个我们就种不出来。那我们也可以去买啊，最起码可以先跟上市场潮流。或者可以先开发果脯蜜饯产业，抢先一步。果脯蜜饯行业虽然能够延长鲜果保质期，但顾客也不是好糊弄的啊。如果没有好的产品能够打响名头，你推出再多产品也会被认为是杂牌子，顾客不会买账的。那就更急不得了。我们认真做好果脯和冬干，有了产品做保证，何愁没有响亮的名头？你还是太天真了，云柔。钱家旗下的微型即将上新一批果脯蜜饯，看样子是想垄断整个市场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爷爷您别怕，我这里还有些供货商电话，可以先买点做一批果茎应急。现在也只能这样做了，但质量上一定要把控好啊，不能在初期就把路走窄了。您放心，我有把握的。是杜浩的电话，他说他到楼下了。
杜浩肯定有办法能解决这次危机的吧？走，快跟我下楼看看。杜浩说他带了一车芒果来，需要人帮忙卸货呢。芒果，邓浩真是我们的福星啊，真是缺什么来什么。爷爷您慢点儿。杜浩啊，你这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你这芒果从哪儿买的？怎么长得这么好呢？方便跟我透露透露供货商吗？邓老，我可没办法跟您说供货商是谁，因为这是我种出来的。怎么可能？难道你有什么未卜先知的能力，早就知道我们缺货了？杜浩，你前段时间跟我说你要培育质量不输芭蕉的果子，就是这批芒果吗？不错，如今芒果成熟，我也算没辜负我说过的话。你们尝尝看，这批芒果还满意吗？要收吗？好甜啊，果肉软滑香甜，这质量绝对远移市面芒果一大截。爷爷，您没事吧？有了杜浩的芒果，无论是鲜果还是果脯生意，我们邓氏一定能就此屹立在市场上了。杜浩，你这芒果还有吗？有多少我们要多少。就在我们村上，邓氏旗下刚建好的果园种植基地。那我亲自跟您去一趟，正好也参观一下种植基地。你们这芒果是不是都吃不了啊？杜浩辛辛苦苦种了这一堆，想想也知道什么下场。在这里种芒果，不就是自不量力吗？哼！杜浩蠢，你们也不聪明，居然还死心塌地跟着他。你们懂啥？我们这批芒果种得好，浩哥那是去卖芒果了。哼，你们就自欺欺人吧。咱这地结出来的芒果能好吃？信你们才有鬼呢！芒果长势太好了，这次芒果我给你按市场价翻3倍，运输费全包了。3倍？怎么可能？您不知道吧？我们这儿根本不可能种得出芒果，这肯定只是看着好看，根本吃不了。这里不是不让闲杂人等入内吗？怎么回事？他们2个是杜浩前妻的父母，总是偷溜进来，赶都赶不走。我看他们就是嫉妒杜浩水果卖得好，诚心天道来的。您别不信，我在这里生活30多年了，我清楚。今天我豁出去了，替您尝尝，您看好了。这么甜。这肯定不是杜浩自己种的吧？这么好吃！我的芒果个个都是精品，让你们吃一个就算了，再多吃可就要收钱了。切，就这也配收钱？就该烂在地里！把合同和支票拿出来，这片芒果我们全都要了。这么多零，我没眼花吧？大家都动起来，咱快点把芒果运上车，就能早点给大家结工钱。趁他们没人注意我们快回去告诉钱少。他要是知道杜浩不仅种出来芒果，还卖得这么好，肯定要发火的。没想到你不仅能带动村民们进行种植，还能让这些社会人士也来帮忙，这可是做了件大好事啊！其实这都多亏了有壮哥指挥大家，而且他们本性不坏，都是拿钱办事，办得比外面施工队还好呢。跟杜浩认作兄弟后，他啥好事都想着我们呢，不仅工钱给得高，包吃住，还带着我们给村里安路灯呢。给的高能有多高啊？嘿，那估计能有2、3万了，这还不算之后的分成呢。你这小子，做事有魄力，做人讲情分，一定能做成大事的。钱少，不好了，杜浩竟然把他的芒果卖出去了。在咱这种的芒果能好到哪儿去？买的人估计是没怎么吃过，图新鲜的吧？怕什么？不，
买他芒果的人是邓氏，他们全都包了，而且他的芒果特别甜，又香又甜，不信你问他。怎么可能呢？大家挨个来啊，每人都有份的。浩哥，果然没骗人，今天赚的钱够我在外面打工3年的了。果然，除了我们的分成，还有土地的租金，这一下子赚的可不少啊！早知道我也在村里买地安置下来了，也能多赚点钱。说什么呢？浩哥给你分的钱还少啊，别不知足啊！你们看看，杜浩宁愿雇外面的混混，让他赚钱，都不给我结点钱补贴。哎，你不是杜浩前妻吗？当初还逼着他净身出户，看看人家杜浩现在光是分的钱都这么多了。老娘真是被他摆了一道。走了，几个破钱算什么？跟谁臭显摆呢？杜浩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？如今他风光无限，我们倒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了。没办法呀，钱少，咱现在欠款太多，根本没法跟他斗，更别提这小子笼络了村民和那群混混，完全就没法下手啊！难道我们就只能被他踩在头上吗？爸，你有什么事啊？我问你，邓氏集团预备推出芒果，已经在做预热了，这事儿你了解吗？我简直不能再清楚了，我还亲眼看见他给人发钱了呢。能查清楚这件事儿，你的欠款我再帮你出一部分，要快。杜浩在村里新建了果园种植基地，就在那种的芒果。爸，再给我次机会，邓氏他们得意不了太久了。杜浩，芒果简直供不应求啊，连带着我邓氏营业额也翻了几倍，多亏有你啊！如果不是和邓老合作，恐怕我现在还要在街上叫卖呢。我们都是互相成就啊。杜浩啊，那你如今果园也做起来了，要是有人来挖你可怎么办啊？邓副总是怕我跑了？那可说不准呢，毕竟你的能力在这儿，有大公司慧眼识人也说不准啊。我不会忘的，当初是你毅然买下来我的所有芭蕉，而且不在意我标价高昂。市面上也不止我们一家，锦上添花的虽然好，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雪中送炭的情谊。邓氏对我有恩，我一定不会忘记，也绝不会背信弃义的。好孩子，知恩图报，有情有义，要真是能让他跟我家云柔凑成一对儿，也是好事儿啊。邓老，董事长让您过去一趟，连副总也要叫上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集团出了大事？这倒不清楚，但是董事长面色很不好看。杜浩啊，集团内部有事儿要处理，我们先过去一趟，下次请你吃饭。没事儿，我运完这些就走。你们怎么又不经过董事会同意私自购入农户水果？知不知道这批芒果给我们带来多大损失？损失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胡说什么？邓氏因为这批芒果导致营业额翻倍是有目共睹的事情，哪来的损失？云柔，听董事长把话说完，你们自己看看，你们还在预热，微型公司已经大批量上架果脯蜜饯了，凭借价格低的优势，先我们一步抢占市场了。他们敢这样贱卖，是因为原材料不够好，所以利润足够大。而我们的芒果颗颗都精品，怎么能学他们贱卖呢？果然女人就是见识短浅，仗着邓老是你爷爷才坐上的副总位置吧。我忍你很久了，等微型公司垄断了市场，你到时候贱卖都没人买，知道吗？够了，我知道你不服，但是云柔她确实是靠自己的努力才成为副总的。你以为这招会毁了公司？我看未必。邓守川，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要是我赌赢了，杜浩真的能让邓氏翻盘，你就召开董事会，宣布我是邓氏总裁。
我可没那个闲心。而且，你输定了。介绍一下，这是经过董事会全票通过的新任公供商，从即日起就由胡老板来为我们供货了。初次见面，邓老好，副总好。原本我是想学其他集团，也做个反季芒果的噱头再上市的，谁知道你们居然提前做了预热，而且还是推的杜浩的芒果。先不说他根本没有基本的农业种植知识，他在本地种的芒果能不能经过检测都是两回事呢。你等得了，水果可等不了。而且你也看见了，速度太慢就会被微型这种公司追上。就他那点产量还不够塞牙缝的，就凭他也能让邓氏走精品水果路线？我呸！竟然能在当地种出芒果，能带我去认识一下这个叫杜浩的吗？当然可以，请随我来吧。不是，我们请他来是为了解决供货的，他怎么对杜浩兴趣那么大？就说了你有眼无珠。人家供货商听两句就知道杜浩是人才，已经巴不得去挖了。芒果长势很好啊，看起来能够足够换果脯蜜酵生产线的了。把洞天府地收入项链里，来去实在是方便啊。哥，快来啊，这有好东西吃。哥，你看什么呢？这么入迷。哥这几天都忙着帮邓氏卸货呢，好不容易休息休息，就放空了。接着，尝尝哥种的新果子。哥，特别好吃。那当然，走吧，我们去客厅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小浩，你快来尝尝，这是人家邻居来串门，特意送我们的零食。这东西是微型公司做的。是啊，据说现在这款果碧很火的，想买都要排队呢。这果脯味道怎么有点不一样，跟邓氏做的完全不同。可能是加了不同风味的东西吧。这两家公司要是做的味道都一样，还怎么开呀？小浩，你没事吧？你还好吗？这东西不能吃了。哥，你干嘛？怎么这样糟践东西？爸知道你赚了点钱，但也不能这么奢侈啊！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说扔就扔呢？哥，我还没尝到味儿呢，你这也太自私了吧！爸，小川，你们听我说，他家的果脯绝对不能吃。小浩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因为跟着邓氏干活，所以别家的果脯根本不碰？不是的，爸，你们知道什么是霉菌毒素吗？哥，你的意思是不是有人往果干里下毒啊？不，是微型集团的果脯杀霉了，里面就会产生大量的霉菌，而霉菌毒素不仅能够耐高温，更是在食物内部里大量繁殖，防不胜防。长期摄入的话，更可能引发癌症呢。癌症？不可能吧？之前东西发霉了，我们也是切掉那一块就接着吃了，这也没什么事儿啊。爸，您听我说，以后再遇见食物发霉的，就要及时扔掉，保障食品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可是这东西不都经过特殊工艺加工过吗？我看他写的是食品级啊，市场上根本没有传出来谁家水果被大量收购的消息，只能是钱家为了产量投入大量水果，但果脯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发霉。这件事我会尽快查清的，在此之前，市面上的果脯都先不要买了。云柔，这位是？您好，我是邓氏的新任供货商，今天来呢是有几个问题想找您请教的。你找我请教？
对，我听说你不仅种出来了反季节芒果，更是突破了地域限制，因此很想来跟您见上一面，请教请教。您太客气了，种东西是我的本分，这没什么厉害的。没想到外地的老板对小浩也这么尊重，小浩的能力实在是没得讲啊。哥，这个姐姐也好漂亮啊，你这样的话，云柔姐不会生气吗？胡说什么呢？小孩子一边玩去。让您见笑了。您说要请教，是需要我做什么吗？我想要向您讨几棵芒果树回去研究一下，如果您同意的话，我愿意无条件支持您，给您提供芒果货源。胡老板，你我都知道果树对果农有多重要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杜先生有技术，我们这边可以提供货源支持，这是双赢啊。胡老板，我想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跟邓氏已经签过合同了，我的技术是归邓氏所有的，而且我本人没有能运营的生产线，所以您这是拒绝合作的意思了吗？胡老板是邓氏不可或缺的合作商，甚至连董事长都要看他脸色，希望杜浩能够把握住机会啊。不，果树我可以提供，但是你要改向邓副总供货，而且，邓副总，我有个想法。你帮了我大忙，条件尽管说，我能做的一定做。我需要扩大果园种植基地面积，顺便增加产内生产线。你这是想要属于自己的生产线？扩大果园种植基地面积是没问题的，但是要增加生产线，还是要经过董事会讨论。这个等我这2天给你答复行吗？你可以带着这个回去，我相信会增加说服力的。这是微型公司的国补，拿着这个恐怕董事会更生气了。不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你们尝尝。香甜柔软，感觉比我家做的还好吃。这下尝过的人肯定都会同意你开生产线的。现在我算是明白了，杜先生是真的有开生产线的能力的。那我就静候佳音了。这个村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今年 GDP 这么高？这个或许是邓氏的功劳，今年邓氏的人可没少往这村子跑。就是那个走精品果业的邓氏，他们不好好在自己种植基地待着，跑乡上去干什么？好像是因为邓氏在这村里开发了种植基地，带动村民们一起富起来。还是不对，这怎么可能一村的人都富起来了呢？邓氏就这么有钱，他们该不会在做什么非法交易吧？应该不至于。据说是村里一个培育果树的小伙杜浩，雇佣了众村民来种植基地帮忙，甚至还帮着村里安装路灯了，做了不少好事呢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村儿还是给我列入重点视察对象里，特别是邓氏和杜浩。但是他们实打天为村里做了不少好事。万一这些只是他们的掩饰呢？你能担得起这责任吗，林秘书？县长您放心，我们会加大力度审查的。虽然邓氏带动了村里经济不假，但还需要长期观察，没有情况最好。一旦发现不对，就要及时上报。您放心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邓氏董事长邓守川，今天特地叫大家来是杜浩的意思。我们邓氏一致决定扩建果园种植基地的面积，并且增添几条生产线，让大家在村里就能进行生产。这意思不就是我们又能跟着浩哥干活了？对，听起来还是能长期干，这太爽了吧！再也不用背井离乡离开家打工了。小浩真是干了一件大好事啊，把年轻人都留下了，村子才能发展啊。
详细的就让杜浩来跟大家讲吧。上台来吧，杜浩。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这次扩建势必还会影响到我们村民的用房或者土地，给予的补偿条件和之前一样，绝不会亏待大家。浩哥，你别跟我们客气了，只要是钱到位，你就算是让我睡街上都没事儿。浩哥，你说吧，看上哪片地了，我们现在就帮你啃去。这次果园扩建可能还要加上村北那片废弃土地，大家没意见的话，过2天我们就开工，早干完早分钱。不行，我没答应呢。杜浩，你是不是诚心的？你明知道村北曾经是我们家老宅，你还故意挑那里，你故意的。你们也说了曾经是你家老宅了，那边可都荒芜10几年了，也没见你们过去住，怎么现在蹦出来了？不住归不住，但那块地方之前就是我家的。得了吧，你们有本事就拿出来证据啊！没证据的话就快滚，少在这儿碍事儿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老宅地契。我说不让拆就不让拆。爷爷，你没看见他们都在攻击杜浩吗？你拦着我做什么？别急，先看看杜浩会怎么解决吧。你等会儿再出手也不迟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不能强制征用。我看邻村也有许多空地，正好隔壁村的人对我也是热烈欢迎啊。不行啊，我们家好几口人还等着吃饭呢。就是何家人前些天还羞辱我们呢，你们滚出村子！打人了！救命啊！你们村要翻天啊！打什么打？县长来了。听说你们村要扩大果园种植基地，还要扩建生产线。县长您太英明了，就是杜浩想要霸占，这是好事啊，带动村民投入生产工作，增加劳动岗位。你可要好好干啊！基地位置不够，县里给你们批。县长，杜浩侵占我家财产怎么不说了？你们难道是专门来维护他的？你知道杜浩这举动能给村里带来多大的收益吗？能让多少户人家过上好日子吗？你们的目光怎么能如此狭隘？这件事儿你放心去做，有问题的人让他们再报县里。今天是我人生的重要时刻，我觉得该让妈在这儿看着我。如果她能看见，一定也会为你骄傲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可以剪彩了。开工喽！开工大吉！孩子他妈，你看，我们小浩真的长大了。杜浩，你个贱种，害得老子家地契也不保了，我砸死你！这下害得老子彻底娶不上媳妇儿了。何玉荣，杜浩之前让我们对你手下留情，结果现在是你自己找死。你们拦不住我！今天只要我何玉荣在这儿，他这基地就别想建起来。私藏枪支可是重罪，我看你们全都要被抓了。不好意思，这是县里特批的巡逻兵，防的就你这样的捣蛋分子。何玉荣，连县里项目你也敢毁坏，真是不想活了。杜浩，我弟弟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喏，你现在追过去，说不定还能见你弟弟一面。玉龙怎么会被军车带走？这都1夜了，玉荣去哪儿鬼混了？怎么还没回来呢？玉茹啊，
你不还去找你弟弟了吗？没找到人啊？他玉荣上县里喝酒去了，让我先回来知会一声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呢？还不给玉荣收拾东西去看看他呀？他昨晚发疯了，去砸杜浩的种植基地，被人关派出所了。他糊涂呀！如今县里都看好杜浩，他非要去做什么出头鸟啊？丢人啊！我们何家怎么会有这种孩子呢？以后我在村里可抬不起头来了。邓副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倒水去。来不及了，杜浩，你听我说。胡老板答应要给我们供的货，供货车在大桥上出现连环追尾事故了，目前根本运不来。没有其他的运输车了吗？或者改换其他的运输路线呢？现在来不及调其他的运输车了，改换路线的话需要时间，芒果肯定就要烂在半路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云柔，你先别哭啊，我的种植基地还有一批芒果，要不先顶上试试？不行，你的这批芒果已经定好了要走精品路线，再说了这数量根本填不上啊，要是这次搞砸了，恐怕董事会又要发难了。云柔，别担心，这件事我来想办法，但是要麻烦你先回去应付一下董事会那边。好，这次真的要靠你了，杜浩。冬天伏地的熙攘可以令果子暂时保持刚摘下来的形态。要是我成功做成这件事，到时候分红应该会更多，村民们报酬也会更丰厚吧。爸，我有点事儿，这2天需要出门一趟，这几天你和小川要照顾好自己。你这出去一趟，种植基地那边不会有什么影响啊？种植基地那边还有壮哥盯着呢，放心吧您。你也多注意身体，别太辛苦了。你这几天跟陀螺似的连轴转的，也要多歇歇。您放心，我正好趁这几天休息休息。你也在家乖乖听话，别惹爸生气。哥，你快去快回！哟，这是怎么着？基地要干不下去了，你先跑了？你这人怎么总跟苍蝇似的阴魂不散？基地是县长亲自监督的重点项目，你们一家跑了，杜浩都不会跑。壮哥，我这几天在外可能有点忙，基地这边辛苦你多盯着，回来我给你加钱。你放心吧，兄弟，有我在，乱不了。还乱不了呢？你不知道吧？这基地能建起来，就是靠供应商答应给邓氏供应芒果。现在货断了，这基地啊，我看也没有建下去的必要了。杜浩，基地真是他说的这样吗？没事，邓氏的合同已经写明了，基地是一定会给我们扩建的。行，那就好。杜浩啊，杜浩，你也别太自信了。这批芒果要是真运不过来，邓氏肯定跟你翻脸。钱少，你就这么确定基地这事儿要完了？他不是说这是县里的大项目吗？那当然了，不然你以为邓氏是来做慈善呢？啊，白搭进去那么多果子不说，更别提还要再帮忙建个厂子了。这也是他杜浩活该的。你们有完没完了？邓氏欣赏的是杜浩这个人。哼，他一个被净身出户赶出家门的，能有什么本事？没了邓氏支持，他估计啊，没2天又会变成一条野狗。只有真正没本事的人，才会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没事的话就快滚，不然我等会儿手痒痒就一拳揍你脸上了。行，等杜浩倒台，你这混混也得跟着完蛋。我让你去找别的途径，现在有消息吗？别家的货车都推3阻4，谁都不肯接我们的单，走水运太慢，直升机又进不来。老板，我们怎么办啊？这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？要是让我抓到他……胡老板看起来遇到困难了啊。钱总这么有兴致啊，不去监督你们公司的密件，反而来我这儿看热闹。我看这事儿就是你一手策划的吧？
商场如战场，用点手段又怎样呢？这一切是你做的，该不会连那场车祸也是你引起的吧？怎么能什么事儿都往我身上推呢？要怪，只能怪邓氏运气不好，命里不该有这批货吧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批货可是邓氏定下的，你难道想要强抢？我知道胡老板是聪明人，我只说一句，你手上已经有杜浩培育的果树是吧？这批运不了的芒果给我，邓氏那边压力我替你顶着。杜浩提前把果树给我是看中我人品，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，更不能因为货运不了就背叛邓氏，我做不到。邓氏那边违约金我帮你付，这批货也给翻倍买下来，这总行了吧？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老子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我说了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们和邓氏互相选择。行，算你清高，那我们就一起等着，看你这堆芒果在仓库发烂发臭吧。钱总，不好意思啊，爱看戏麻烦你回家看去吧。胡老板，我来帮你运货了。杜浩，你居然这么快就赶来了！你是找到能够大量运输的办法了吗？胡老板，你没看见就他一个人来的啊？我跟你直说吧，现在只有我钱家有能力把你的芒果运出去，你还是看清现实，跟我合作吧。痴心妄想，我们老板才不会做这种砸自己招牌的事。道理讲不通，就让事实教你们做人吧。胡老板，我们微型公司可是随时期待你的求助呢。杜浩，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没有办法能找到车队来运输芒果吗？车队我虽然没有，但是我照样有办法，让芒果安然无恙运到邓氏。你有办法，快说来听听。胡老板，你现在立刻征集所有能运输的车，不管是大车小车都行，甚至3轮都行，只要载具够多，就不愁运不过去。3轮？先不上这些车不一定上得了高架，这路上颠簸，很容易就让芒果撞烂啊，到时候就是一堆烂泥，怎么卖呢？胡老板，你先去调车吧，这些问题都是小事儿。老板，真的要听他的吗？我信他，去，按他说的办。现在那些有车队的企业不是想看我们笑话，就是想是被微行买通了，没人愿意帮我们。开价高点也不行吗？我就不信没人会接。都已经开出3倍价格了，还是没人接，这就是针对我们的。他们联手想要宰我们一笔，下作！邓老，怎么发这么大火啊？现在还没办法运你们那批芒果啊，估计都要烂完了吧？邓老，能联系的人都联系了吧？怎么也没考虑我们微型呢？我知道车队是你做的手脚，有话就直说。不错，全县的车队都在我手上，你找别人也不好使啊，不如直接跟我聊聊。你要是来挑衅的，现在就可以出去了。你想错了，这可是我来跟邓氏谈合作的底气，不过紧点儿怎么行呢？杜浩那小子一出事就跑到胡老板那边了，可他就一个人，能运多少芒果啊？既然杜浩去了，那我就放心了，这一切都有转机。邓老，你要知道，现在邓氏最大的对手就是微型，你们要是不想被挤出市场，最好还是乖乖按我说的做。说吧，你精心布局为的到底是什么？我可以把果前市场让给你们，但是条件是你们要把胡老板的那几棵芒果树给我，后精品果业就是微型的了。你妄想，精品果业可不是那么好做的，你这不就是想窃取邓氏劳动成果吗？还有，你们给杜浩的价格也太扰乱市场价了，以后只给他按收购价进，给那么多也不知道钱都流向哪儿了。我听完了，
你这2个条件，周氏都不答应。邓老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他杜浩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生产线，保不齐什么时候就阴奉阴违，创造自己的品牌了。杜浩他的人品就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再说了，凭借他的能力，就算是创造品牌，也绝对是行业尖端，是他靠自己得来的。是吗？可他现在连运输货物都做不到，我还真没看出来他本事在哪儿。你们邓氏这么看重他，当心阴沟里翻了船。不用你关心了，邓氏行事向来光明磊落，不像是有的人偷偷摸摸给人下绊子。他不过就侥幸培育出几株好苗，被你们捧得跟土地神一样。我呸！信不信捧得越高，摔得越惨啊！既然现在合作没可能呢，我们不许你在这儿诋毁杜浩，请你离开。你最后总要求到我头上的，到时候老子非要把你们的可怜样录下来不可。你说什么？杜浩带着芒果回来了，而且是全部运回来了。爷爷，他们在哪儿啊？就在仓库外，而且胡老板也在。胡老板也来了。胡老板该不会是来负荆请罪的吧？毕竟货烂了这事儿，搁谁身上都不好受。既然钱总这么关心，不如也来我们邓氏看看吧。你不是一直很觊觎我们邓氏的生产线吗？走就走，我就当看了场笑话。杜浩，怎么样？芒果没出问题吧？幸不辱命，邓老放心吧。胡老板，这就是杜浩的秘密武器。吴老板，你当初要是求我，我最起码也会给你辆货车。你看你弄得这么寒酸不说，芒果更是要被撞烂了吧？现在明白了吗，邓老？微型才是你们合作的最佳人选。钱总，不如等你看了货之后再笑也不迟。这么多烂泥有什么好看的？别打开熏到我了。格外新鲜，而且没有损坏。杜浩，你也太神了！这不对，不可能！杜浩，是不是你路上偷偷买了一批糊弄人的？这味儿怎么闻也不可能像要烂掉的芒果，个个饱满漂亮。杜老板，你真行！我第一次知道3轮车也能运输。没办法，特殊时期只能用这种办法了。我不信，这肯定是假的！邓氏，你们骗人！行了，先把芒果放进仓库，好好储存吧。你们不知道，他这孙子垄断了车队后，特意来逼我毁约。还好杜浩出手解决了问题，当时把他气得脸都绿了。杜浩，你这次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这堆土到底有什么魔力，居然还能让芒果保鲜？天机不可泄露啊，邓副总。云柔啊，这事儿也简单，你回头多跟杜浩撒撒娇不就好了？你说什么呢，胡老板？因为邓氏曾经帮过我，所以云柔一告诉我有困难，我当然要挺身而出，不然我还怎么算个男人？云柔，好，我懂了。杜浩，为了感激你的付出，我代表邓氏感谢你，并且决定扩建果园种植基地的生产线，再加5条。五条？这会不会让邓氏太花钱了？邓氏更看重和你的关系，而且你出力这么多，也不能什么好处都不给你吧？既然东西已经送到了，那我也该回去了。种植基地那边还是我亲眼盯着建设更放心啊。你马不停蹄的回来，还没歇吧？要不去我办公室喝杯茶再走？不了，邓老，我可是迫不及待回去培育新品种了。舍不得他走啊？
要不你勇敢点儿，去跟他聊聊。可是我还不清楚杜浩他什么意思呢。那你可要抓点紧啊，云柔，不然等杜浩再培育出新品种，就更火了。到时候全国都知道有这么个青年才俊，抢着给他说媒的人，说不定门槛都能踏破。我知道了，我肯定会抢在他们前面的。没有货车，杜浩居然用3轮也能拉来。更气人的是，他车上水果没有丝毫磕碰，比正常大货车运的都稳，这可能吗？别急呀，爸，这不正好说明他那芒果一定有问题吗？正常的芒果哪能经受得起磕碰啊？所以他不是喷了什么药剂，就是另买了一批芒果，但质量怎么能比得上胡老板之前的质量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不管是哪一种，都经不起查呀？这件事你去办，干得好，说不定我们就能一箭3雕了。小浩，你的事儿都办完了？对，特地回来看看大家，给大家切点西瓜吃。这些事儿我来就行，你来回不容易，怎么也不先回家歇歇？浩哥，你放心吧，咱这儿好着呢，而且也快建好了。对呀，还有壮哥和杜叔，每天给我们做饭切水果。妈，您看，我们一家吃喝不愁了，等种植基建好，生活更有保障，日后只会越来越幸福的。兄弟，你快出来看看吧，市里来人了，说是要抽样调查，就在基地门口等着呢。抽样调查？我们种植基地还没建好，他们来抽检什么？说是例行检查，但我总觉得有问题。那就先去会会他们。这些人都是市里的，他们难道不知道咱这是县级大项目吗？谁知道呢？还说抽样检查，分明就是对咱的果子不信任呗。查的怎么样了？有结论了吗？他们还在检查。浩哥，咱该不会是惹到谁了来报复咱们吧？惹了就惹了，反正我做事问心无愧。我的果子也都不怕检查，等着结果出来吧。杜浩，听说要是没过市里抽检的话，你这基地都要关停呢。对呀，你要不抓紧想想，之前有没有违规给果子撒什么添加剂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啊！你现在进去偷偷把东西藏起来也不丢人，等会儿被人查出那才丢人呢。或者你现在去人家抽检人员身边说几句好话呢？不然可惜这么大一个基地啊，这么多人都要下岗。杜浩的果子我们吃过，有没有添加剂我们还不清楚，他根本不是那种人。行啊，那就等着市里的结果出来吧。结果可不会陪你们演戏。反正我问心无愧。有的人这么着急看我笑话，难道是提前就知道了什么消息？你少在血口喷人，我们也是刚来。贼才不打自招呢，没想到您二老这么沉不住气儿。你耍诈！你们种植基地负责人在哪儿？检测结果出来了。是我，请问结果怎么样？品质合格，甚至上佳。我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品质这么好的芒果。您确定吗？这结果是真的吗？我们的检测流程是有严格规范的，执法全过程和检测结果可以到市政府官网查看。官网总是做不了假的吧？多谢您帮我们验明。既然您来了，那我正好要检举一件事：微型公司国府蜜饯有问题。杜浩同志，请你详细阐述一下你要检举的问题。我父亲之前买过微型集团的国府蜜饯，我吃的时候发现蜜饯上有霉点，希望市里重视这件事儿。好，感谢你的反馈，我们现在就去调查。你傻了吧？想报复我们，怎么去找微型的麻烦呢？
微型跟我们又没关系。就是啊。再说了，微型是老钱家的产业，跟钱少也没什么关系。你这样对我们根本没影响。对呀，钱少他老爹都不管他死活，这下也算是让他老爹长长记性。爸，这要怎么办啊？芒果烂的扫都扫不起来。拿着铁锹，先堆到小仓库里，剩下的之后再说。钱总，不好了，市里抽样调查的人来了，说咱这儿被举报了，要接受抽样检测。快把小仓库的门锁上！请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，麻烦微型调出你们的水果，让我们进行抽样检查。没问题，我们微型可是大厂，卫生质量都是过关的，不怕检查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这里就是个废弃的小仓库，我看就没有必要打开了吧？我说了，把锁打开，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。这里都是什么东西？这里其实是我们公司集中处理过期果子的地方，大家要不先去别处看看吧。站住！微型公司涉嫌贩卖伐梅果5，被多数人举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行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出去之后好好做人。您放心，警察同志，我以后一定夹起尾巴做人。这不是钱少吗？他怎么被抓来了？姐、爸、妈，钱少被抓进去了，我刚刚亲眼看见的。你说什么？玉柔，你醒起来，玉柔，你别醒了，玉柔。病人有3个月身孕了，但是重度贫血，你们先去交医药费吧，总共2万块。这怎么办？咱家为了支持钱少创业，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。是啊，本来以为靠着钱少能吃喝不愁，谁知道玉如还落了个重度贫血的下场。这下光是买营养品又是一大笔钱。那要不治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，玉柔？这可是你姐姐啊！更别说她还怀孕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她现在心里还有我们这个家吗？为了钱少，她甚至连地契都能拿出来。这么多钱我们掏不出来，但医生怎么也不能赶走她。说不定我姐再熬几天就等到钱少出狱接她了呢。我家里的人怎么都这么自私凉白啊？不是你们巴结钱少和我的时候了。今天你要是再拿不出钱来，就没有床位了，只剩下走廊能睡了。医生，他的药费我替他出。怎么会是你们？怎么可能？爸，当初是他把我们赶出来的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给他交医药费啊？小浩，毕竟你们也才刚离婚，你如今事业正在上升，就怕有人拿着这件事戳你脊梁骨啊。好，但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他，我今天只是来尽我应尽的义务。你的医药费和营养品我出了，但是从此之后，你我彻底两清。是我不好啊，杜浩，我之前让你净身出户，还百般羞辱你，没想到你还是这样不计前嫌的帮我，是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。现在你能认清楚了吗？你身边都是什么人？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有眼无珠啊！我真的没想到，他们可是我的家人啊，居然也能这样抛下我。你之前总说我没尽过丈夫的义务，如今这些钱就算是我的补偿。你的道歉我收下了。从此之后，我希望你我就像当初说的那样，彻底结束。我知道的，你放心吧，我从此之后再也不会纠缠你，给你添乱了。
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杜浩这个狼心狗肺的，不仅害得我们家倾家荡产，现在知道我姐在医院也没去看过。可是玉荣，你姐毕竟是个姑娘，我们真的把她扔在那儿不管吗？那你给我钱啊！没钱咱俩去干什么？挨医生训吗？要不是杜浩忘恩负义，我们家好歹也能过得舒服点儿。恭喜果园种植基地成功建成，经过县里一致决定，颁发给杜浩1000万奖励资金。多谢大家的支持，也欢迎各位前来投资。我不服，杜浩不配拿着这奖金。杜浩他害得我家倾家荡产，凭什么能享受县里奖金？我不服！先生，您都知道什么内幕？方便透露一下吗？杜浩他冷血无情，明知道他前妻病重，也不知道照顾一下，任由他躺在医院自生自灭呀！杜浩，作为男人没有一点担当，你们谁还敢用他？看不出来啊，这人人品这么差，也配做到管理层吗？连前妻家属都看不上他，这人估计不行啊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们根本不清楚真相。你们邓氏早就跟杜浩勾结在一起了，你们说话根本没有可信度。那我说话呢，有没有可信度？姐，你不是应该在医院吗？我就是杜浩的前妻，但是真相是，把我扔在医院的是台下这2个畜生，真正救我、给我买营养品的，反倒是我的前夫杜浩。姐，你疯了！你跟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我没疯，我是看清你们，你们做的恶事我都跟警方说过了，你们去牢里反省吧。何玉妍，你的胳膊肘怎么往外拐？杜浩他现在就是个外人啊！所谓的家人，还如一个外人关心我，你们也配跟我说这种话？基地建成，多亏了大家的帮忙。不过，马上又有几个海外公司给我们下订单了，大家再加把劲儿，丰厚的奖金等着我们呢。浩哥，你让我们往东，我绝对不往西走，坚决跟着你干啊！恭喜你啊，杜浩，基地一建成就有这么多订单。邓董事长，别开我玩笑了，我努力工作不都是为了给邓氏赚钱吗？也恭喜你，如愿以偿坐上董事长之位。你少打趣我了，还好有你做我的得力干将，不然这董事长的位置也没那么容易能坐上呢。对了，我以董事长的身份要求你，快把你的身上的秘密告诉我。爸，我哥是不是又要谈恋爱了？嘘，我们看着就行。走，我去个没人的地方告诉你。浩哥迎来第二春了啊！浩哥，结婚，结婚！终于啊，这往后说不定就是亲家关系了。云柔是个好女儿，他们2个都那么有本事，一定能把感情和生活都经营好的。